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故事，一支熊熊燃烧的火，一套神秘的仪式。一条遥远的圣道，一座非侵莫入的圣所。这一切，就是古希腊人对来世今生的全部寄托。厄流西斯密，一个在古希腊世界风靡了2000多年的神秘的宗教仪式。他的信徒不仅囊括了雅典著名的立法者梭伦、独裁者皮西斯特多斯、政治家伯里克内、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和智者，甚至连一向自视为神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哈德良、马库斯等等，都心甘情愿地屈尊于他。那么，这个仪式是如何建立？它靠什么博得上至王公贵族、智者贤人，下至平民和奴隶的争相追捧呢？又是什么原因，数千年来，它的核心内容却始终都是一个不解之谜呢？这里是雅典西北郊20公里左右的厄流西斯考古遗址，它曾经是古希腊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城。古老的厄流西斯密仪正是从这里走向了整个古希腊世界。好了，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雅典西北郊的 Elefsina， 也就是厄流西斯。丰收女神 Demeter 和她的女儿春天女神 Persephone 的圣所去探秘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有厄流西斯密仪，所以我们就来了。Λοιπόν, γυρίσαμε. Γεια σας, γεια σας. 2 εισιτήρια. 2 εισιτήρια είναι 12 ευρώ. Ναι. Είναι αυτό το κομμάτι, επειδή μέσα είναι... του αυτοκράτορα Αντώνιου Πίου πήγαινε προς την πόλη. Α, πολύ ωραία. Ελπίζω κάποτε να σας επισκεφτώ κι εγώ. Σίγουρα, θα σου αρέσει. Θα σου αρέσει πολύ. 那。我说我本来想看这个圣道在这儿结束嘛，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某一个地方，会有一小段看得出来的。因为文献中记载的说，就在罗马时期这个广场门口的某一个地方结束，那肯定是有这一个痕迹的嘛。但是我就问他嘛，
他就说这个圣道的痕迹可能现在呢是被埋下去了，为了保护它。现在我们就进入了 Elefsina 的这一个圣所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的地点呢，是圣所的前面那个大院子。这一个圣所呢，一共分4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前厅或者说前院。其次呢，就是我们进入口之后，圣所的核心区域，其中就包括 Demeter 和 Persephone 的神庙。在它的右边的山头上呢，是曾经的 Elefsina 的宫殿。穿过这个核心区域之后呢，我们就抵达了 Elefsina 的遗址博物馆。这是一个祭坛嘛，那是个很大的一个祭坛，在这上面献祭的。这个地方主要的祭品就是猪嘛，所以在这儿也出土了一头小猪的雕塑嘛。在猪在上面烤完之后，我们看它下面的烤出来的油什么就流到地下去了嘛。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义，就是因为这油流到地下是给谁呢？就给这个地方的这个冥王了嘛。就说冥王也是最喜欢猪作为祭品的嘛。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祭坛。然后这儿应该是有一个长廊。你要掉下去，可就把你当乳猪烤了呀！你看这大理石上面的一块块凸出的那一个，就是最早期的乐高拼图吧。这个是这个柱头嘛，柱头的上面再有这个横梁嘛。那这些影呢，就是跟横梁之间起固定的嘛。那它怎么连接的？啊，它这些影儿上面也有一个。对啊，上面有一个相对应的影儿，然后中间用这个金属，当时好像就是用金，不是，就是用铁或者铜，反正就是一种金属。它现在在修复的过程中发现，那种金属呢，时间长了它是对这个东西有损坏的，它受潮，然后它膨胀，然后就把这个弄坏了。所以现在修复的过程中就替换了之前的那种金属，用了什么钛合金还是什么。月亮女神或者说狩猎女神 Artemis 的神庙地基。Artemis 神庙正前方的正方形的地方呢，就是一个祭坛，给女神 Artemis 献祭的一个祭坛。这一个地方呢，曾经应该是有一个海神波塞冬的一个雕塑或者祭坛，有一个雕塑吧，我看资料上说。大秘仪开始之前的那一天，这里的祭司，包括 Elefsina 的这些人呢，就会在这个祭坛上先献个祭，献完祭之后，再把圣物从这儿送到雅典，第二天再从雅典沿回 Elefsina。在入口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这个哈德良拱门嘛，或者说叫这个凯旋门嘛。那么这就是这凯旋门，就从这儿进去嘛。山墙上呢有罗马的皇帝自己的一个半身雕像。这一个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呢，他也是这个艾纽西斯秘仪的信徒，和他的上一届皇帝哈德良一样，都是这儿的信徒。哈德良在这儿呢修建了这拱桥啊、拱门啊。然后 Marcus Aurelius 的时候呢，他也在这里修建了最大的这个入口。这两只火把放在这儿，它象征着就是当时女神 Demeter 晚上她不是寻她的女儿寻了9天9夜吗？晚上的时候呢，就举着火把到处找她的女儿 Persephone， 所以这个火把呢就被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放在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口水井。那神话故事中说，当女神 Demeter 找她的女儿，最后找到了 Elefsina 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在这一口井旁边的某个地方坐着啊，非常伤心失望的在这儿坐着。正在这个时候呢，住在这个山顶上宫殿里的国王的4个女儿，都拿着这个青铜的这个取水的这种容器到这儿来打水。结果呢，就看到了化作一位老妇人的女神 Demeter 在这儿很伤心，所以呢，他们打完水之后呢，就非常同情的就把她带回了宫殿。那么这样呢，女神呢才被这个国王和王后留下来照顾他们的王子。在后来这个大秘仪中，游行队伍从雅典抬着圣屋抵达这儿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当地的这 Elefsina 的一些年轻的女孩们就在这儿跳舞唱歌，表示对 Demeter 的一种欢迎的仪式。这是火把吗？不知是不是火把？我在说。这两个是蜡烛，看上去有一点像火把，有点像蜡烛哈。这边还有一个好多节呢。这下面呢就是用来烧水的啊。我们看到这上面的墙都被熏成这样了。这罗马是他在下面烧水，上面就有这个热水。罗马人走到哪儿都会有公共浴室这是他们的传统。泡完澡了，就可以住下来了就是有这个小客栈，一间一间的。是，那也是火把，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到处都有火把的这个标志呢，其实它就是为了突出女神 Demeter 晚上苦苦寻找她的女儿的那种场景。台阶上来呢，就是罗马时期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入口。这个地方呢，就是罗马皇帝 Marcus 在这儿修建的圣所的入口。入口的山墙上呢，放着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他本人的那个半身雕像。他的前面呢是由这个6克多尼科式的大理石石柱。这个山洞就是神话中赫尔墨斯从地狱把 Persephone 带回人间的那个山洞。这里就是这个圣所的小入口，也属于是罗马时期的。还有这地上的门开关的，这里就是这个厄牛西斯圣所的核心区域 Telestirio， 或者说叫女神 Demeter 的神庙。那么最神秘的仪式，不为人知的仪式，都是发生在这个里面。在这一个地区的最中间，还有一个最神秘的一个地方，就是信徒们不能进去的。信徒们呢都进入这个大厅之后，我们看到周围这都是这些台阶，就在这周围坐着参加仪式。据说呢，这一个地区呢可以容纳5000人整个这一个大厅。所以呢，他们就在这儿呢，就看着一些仪式性的东西，引导这些信徒们去体验一种人的生命不息的死后还有更好的世界的这一种感受，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仪式中这种美好的愿景。因为在这个里面的是没有任何文字信息记载嘛，但是你根据经历这个仪式的时候说，因为他的女儿先死了后复活了，然后呢他说我会告诉你这个最神秘的仪式，告诉你们怎么会来世更好，怎么生生不息呢？从哪儿反应呢？2月份的小秘仪开始呢，是以 Persephone 被冥王抢走的主题为主，然后呢，在大秘仪的游行过程中，从雅典游行到 Elefsina 的这个地方的这一个过程呢，象征着的是女神 Demeter 到处寻找她女儿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到了这一个神庙的最核心的地方呢，还会有一个什么主题呢？
按照女神当时说死后的世界会更好的这一个思想来说呢，在这一个神庙里面最核心的活动呢，无外乎就是女神 Persephone 从地狱出来，也就象征着复活的这么一个主题，来解释她的这个宗教思想。哎呦，这个灭火的飞机。考古学家们根据在厄牛西斯遗址的仪式大厅 Telestilio 中间发掘出的一座迈锡尼时期的仪式神庙建筑遗迹，而推测出厄牛西斯地区对女神 Demeter 的崇拜早在迈锡尼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立法者梭伦将厄牛西斯密仪这个地方性的宗教仪式升格为泛雅典宗教信仰。这里原有的神庙和相关的配套建筑也随之得到了大规模的翻修与扩建。从此，雅典所统治的整个阿提卡地区的民众都有机会成为厄牛西斯密仪的信徒。直到公元前550年左右，为了适应越来越多的信徒参加密仪的需求，厄牛西斯密仪的仪式大厅在独裁者 Pisistratos 的主导下得到了再次的大规模的扩建。在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期间，厄牛西斯圣所被波斯大军洗劫并摧毁。在随之而来的雅典黄金时期，雅典执政者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厄牛西斯密仪信徒的伯里克利，为顺应民意，不仅重建了更加辉煌的厄牛西斯圣所，还将厄牛西斯密仪设立为泛雅典宗教仪式。每年大密仪开始之前，雅典会向整个古希腊世界传达为期2个月的神圣休战协议。仪式进行期间，不得抓捕犯人，法庭不得开庭审理任何案件。此时的厄牛西斯密仪在整个古希腊世界的追捧下，俨然进入了它的巅峰时期。直到公元392年，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2世下令关闭所有的古代圣所。4年之后，哥特人阿拉尼库斯摧毁了厄牛西斯圣所，并屠杀了这里所有的祭司。至此，厄牛西斯密仪彻底终结。神话中厄牛西斯密仪的创立与丰收女神 Demeter 和她的女儿春天女神 Persephone 有关。丰收女神 Demeter 和天神宙斯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Persephone。那这丰收女神 Demeter 和她的女儿 Persephone这对母女好的就跟一对亲姐妹一样整天形影不离，无话不说。话说有一天这春天女神 Persephone 看到 Elefsina 地区的一片草地上开满了各色野花，远远望去这空气中都好像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于是她想着要把这些美丽的野花送给自己的母亲 Demeter。所以呢，他就偷偷地下降到了这片草地上。他一边开心地采摘着野花，一边忘情地在这片草地上奔跑着。不曾想，他脚下的大地忽然裂开了一条地缝，从地缝里奔腾而出一架4马战车，战车上的一位黑衣人顺手就把这惊慌失措的 Persephone 掠入了怀中。紧接着呢，这架马车就消失在了深不见底的地缝里，而这条地缝也迅速的合拢。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就连草地上的小鸟都没有觉察到任何的异样。这掠走 Persephone 的人啊，不是别人，他正是 Persephone 的叔叔，冥王哈德斯。话说哈德斯啊，因为垂涎于 Persephone 的美丽，而希望娶她为妻。在得到了宙斯的默许之后，他才毅然出手，将 Persephone 掳走。为照料大地万物生长而忙碌了一整天的丰收女神 Demeter， 看着地上万物开始有序的生长，她欣慰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可是她忽然感觉到有些许的异样。平日的这个时候，她的亲爱的女儿 Persephone 不都像小鸟依人般的来到自己身边嘘寒问暖的吗？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她的身影呢？于是他朝着平常 Persephone 过来的方向，温柔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Persephone， Persephone， Persephone。除了阵阵空旷的回音，他并没有听到女儿的声音。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忽然袭上了他的心头，自己亲爱的女儿一定是出事了。此时，一向沉着稳重的丰收女神内心也开始慌了。她一边大声地呼唤自己女儿的名字，一边四处奔跑着，寻找着自己的 Persephone。她逢人便问，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女儿的下落。一晃9天9夜过去了，她寻遍了天上人间的每一个角落，却始终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绝望的女神瘫坐在地上，无助地痛哭起来。她撕心裂肺的哭声，可谓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就连平常最不爱管闲事的太阳神，也被她的哭声打动。最后不得不告诉女神 Demeter， 她曾看见 Persephone 出现在厄流西斯地区。得知这一消息的女神 Demeter 立刻将自己化作一名凡人老妇，出现在厄流西斯。厄流西斯的国王塞琉斯和王后梅塔丽娜好心地收留了这位流落异乡的老妇人，并将自己年幼的小王子德摩峰交给这一位自称叫多索的外乡人照顾。为了回报国王与王后对自己的善意收留，女神 Demeter 决定将他们体弱多病的儿子德摩峰打造成不死之身。于是，她每天白天给小王子喂食琼浆玉液，晚上将德摩峰架在炭火上，要逐步烧掉他身上属于凡人的部分，从而达到不朽。但是，这个神圣的仪式却因为被不知情的王后梅塔丽娜碰到而被迫终止。当王后看到自己好心收留的老妇人竟然将自己的儿子放在炭火上烧烤，她一声大喝之后，就冲过去抢过了自己的儿子，随后就要将这位老妇人赶出皇宫。此时的女神 Demeter 也因为自己的计划被迫中断，而有些恼羞成怒。只见她默默地现出了自己女神的原形，并命令大惊失色的王后立刻为自己修建一座神庙。原来，神也有感恩之情。而人则因不解神意，而将神的礼物化作乌有。
神庙修好后，女神迪米特就隐居其中，并告知奥林波斯山的众神，如果自己一天看不到自己的女儿，就一天都不会照料世间的万物生长。没想到，他的罢工抗议，很快就导致了人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面对人间哀鸿遍野的惨状，天神宙斯意识到，如果不尽快做出反应，人类将很快就因饥荒而消失。于是，他派出信使通知冥王哈德斯立刻放回 Persephone。但是，哈德斯因为心中不舍而诱导 Persephone 吃下了3颗石榴籽。按冥界的律法，吃过冥界食物的人是不可以彻底离开冥界的。最后，还得是宙斯出面说，既然他吃了你3颗石榴籽，那就让他每年在冥界与你度过3个月，其余的9个月与他的母亲 Demetra 团聚。从此，每当 Persephone 与 Demetra 相聚的时候，人间就是一片春暖花开、夏果秋实的景象。每当 Persephone 回到冥界，大地就进入了一片枯寂的冬天。就这样，人间有了4季分明。话说，女神 Demetra 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感受到了人类的善良与生存不易，于是她决定和女儿一起将农耕技术和世间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最神圣的秘密传授给厄牛西斯的大王子 Triptolemus。此外，还送给大王子 Triptolemus 一架由龙拉着的带翅膀的战车和一包小麦种子。这一重要的时刻也被雕刻成大型的浮雕，陈列在博物馆里。从此，大王子 Triptolemus 便成为了古希腊世界的农耕始祖和厄牛西斯灭夷的第1位大祭司。而女神 Demetra 和 Persephone 也成为了厄牛西斯地区的主神，对他们的崇拜也成为了古希腊世界最神秘的宗教活动。厄牛西斯灭夷的核心思想与农耕和来世息息相关。在史前的农业社会里，谁掌握了农业技术，就拥有物质生活的保障。丰收女神 Demetra 和她的女儿春天女神 Persephone 正是通过厄牛西斯灭夷，把农耕技术传授给信徒们，并帮助他们走向安定富足的现世生活。在此前古希腊人的思想里，死亡和地狱都是非常恐惧的事情。而厄牛西斯灭夷则正好相反，他以大地上4季轮回的规律和 Persephone 每年往返地狱为例，向人们传达了一种死亡并不可怕，见证了灭夷的人还会有一个美好来世的观点。也正是因为这一观点，厄牛西斯灭夷才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希腊人争相追捧，最终成为了古希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神秘宗教。
厄牛西斯秘仪分小秘仪和大秘仪，在每年的2月和9月，由雅典宗教部门的官员和厄牛西斯的最高祭司共同主持。小秘仪是见证大秘仪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期准备工作。任何想要成为信徒的人，除了杀人犯和不会讲希腊语的，都可以到雅典伊尼索斯河左岸的 Demetra 和 Persephone 神庙，在祭司的引导下到伊尼索斯河沐浴洁身，之后见食献祭，并向女神 Demetra 和 Persephone 宣誓保守仪式秘密。最后还要参与到一个象征女神 Persephone 被冥王抢走时的前检视仪式，之后才有资格参与到9月的大秘仪中，并正式成为 Demetra 和 Persephone 的信徒。大秘仪开始的前一天，在圣所门口的祭坛上祭祀后，厄牛西斯圣所的祭司和一对厄牛西斯青年会将神庙里神圣而不可示人的圣物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箱里，通过长达20公里的圣道护送到雅典。中途会有一队雅典的青年护卫队前来迎接。抵达雅典后，圣物被安置在雅典卫城北坡的厄牛西斯翁圣殿。一位来自厄牛西斯的祭司会前往雅典卫城，告知雅典的主神雅典娜的祭司，女神 Demetra 抵达雅典了。大秘仪一共持续9天，从阿提卡日历的维多米用月，相当于公历9月的15号开始，到23号结束。这9天象征着丰收女神 Demetra 四处寻找女儿 Persephone 的9个日夜。走的这条高速公路就是在那个圣道上面铺的，它下面就是圣道的遗址，所以这条古老的圣道今天能看到的地方非常少。圣道是厄牛西斯秘仪的游行队伍从雅典到厄牛西斯所走的道路，全长19公里，全程有12个停靠点。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只有起顶克拉米克公墓里的一段圣道的遗迹，还有达芙妮修道院、阿弗洛狄忒圣所遗址、女神 Demetra 和 Persephone 的圣湖库姆杜路、Elefsina 的罗马桥和厄牛西斯圣所。我们现在就在达芙妮修道院，今天这里是一个被录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拜占庭中期的东正教修道院。但是在厄牛西斯秘仪时期，这个地方是阿波罗的圣所，也是游行队伍停靠的第一站。这是这个头上的这有几颗艾奥尼亚柱子的这个地方，就是阿波罗神庙，就是古时候的啊。哪里啊？那几颗艾奥尼亚柱子。就会在这个祭司的带领下，在这个地方停下来。游行队伍会在这里为阿波罗献祭、唱赞歌，顺便在这里休息。下一站是美神阿弗洛狄忒的圣所。向西方向。圣道嘛，这是阿弗洛狄忒的神庙，这就是神龛。不让写开的。
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一条路呢，就是这个最初的圣道啊。也就是说，当时的游行队伍都是经过这条路从雅典游行到Elefsina。左边是海，右边是湖啊。女神 Demetra 和 Persephone 的圣湖库木都入。那这个圣湖里的鱼呢，厄牛西斯的这些神职人员才有资格吃到。这个小蔡跟着警察后面跑，真聪明啊！警察为我开道。直到天黑，队伍们燃起火把，经过厄牛西斯城外的哈德良拱桥后，才抵达了他们心中的圣城厄牛西斯。此时的厄牛西斯到处都充满着神圣的宗教氛围，本地的少女们都身着盛装，在入口处的水井旁载歌载舞，向来访者们演示女神 Demetra 第一次抵达这里的情景。第6天，信徒们要整天戒斋后沐浴洁身，为接下来进入特勒斯提里有见证最神圣的奥秘做准备。第7天是最盛大的献祭日，由雅典最高行政长官和各地区的领袖、厄牛西斯圣所的最高祭司共同为女神们献祭公牛，并为信徒们分发一种叫卡维尼的圣饼和一种叫 Kikiona 的圣饮。据记载圣饮是用小麦发酵后与某种类似薄荷的香料混合制成的一种类似啤酒的饮料。天黑后，信徒们被祭司安排进入特勒斯提里有仪式大厅，直到第2天早上。在仪式大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没有任何文献可以参考了。学者们根据荷马赞歌中女神 Demetra 建立她的崇拜仪式时的核心思想，以及某些类似的秘仪，推测出饮用过圣饮的信徒极有可能在进入仪式大厅后逐渐地产生幻觉。主持仪式的祭司则会利用各种音乐、灯光和阴影等交替配合，营造出种种与 Persephone 遭遇相关的，时而低沉悲切，时而高亢欣喜的氛围，从而引导信徒们产生一种亲身体验了从生到死、从死到生、周而复始的神奇与美妙的幻觉。第8天是公共祭奠逝者的仪式。第9天，整个仪式结束，信徒们各自返程回家。厄牛西斯秘仪绝对不可对外泄露的秘密，仅限于发生在特勒斯提里有大厅里面的内容。在荷马赞歌中，女神 Demetra 对泄密者的警告是：任何泄露秘仪的人，他们的来世甚至会比那些没有入教者更加凄惨。雅典法律也规定，对泄密者判处死罪的最高刑罚。所以，厄牛西斯秘仪的核心内容，作为该仪式的最高机密，一直都不曾泄露。